当地时间28号，正在美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华盛顿同美国战略界人士和美国工商业等各界代表分别举行座谈。此行即将结束之际，中方官员在华盛顿向媒体表示，此访围绕重返巴厘岛、通往旧金山这条主线，促美相向而行。据透露，美方对实现元首面对面互动高度重视，除邀请习近平主席出席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晤外，还专门邀请习主席同拜登总统举行正式会晤。中方官员28号在华盛顿向媒体表示，王毅外长同美方进行了总时长近15个小时互动，其中绝大多数活动为同声传译，就双边关系和国际地区事务等广泛议题深入沟通，并听取美方各界意见建议。充分印证了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和超越双边范畴的战略性。美方在会谈中展现积极姿态，表示美中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一组双边关系，实现稳定和改善对双方对世界有利。美方乐见中国成功，美中需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认为竞争不是美中关系的全部，双方应负责任管控竞争。在涉及台湾问题上，表示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没有改变，重申不支持台独。据介绍，中方向美方强调，美方应同中方相向而行，加强全过程管理，为两国元首可能的会晤创造条件，排除干扰，积累成果，营造氛围。同时，针对美方侵害损害中方利益的言行，中方全面阐述了严正立场，给美方拉了一份很长的清单，要求其不得干涉中国内政，尊重中方的正当权益，纠正错误做法。当然，中方也表示，只要双方相互尊重，本着建设性向前看的精神，正确看待处理分歧矛盾，双方合作的清单可以更长。王毅在同美国战略界人士座谈时总结了此次访美之行。王毅表示，此次访美期间，中美双方本着平等和相互尊重的态度，就共同关心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深入、建设性、实质性战略沟通，共同发出了稳定和改善中美关系的积极信号。尽管中美之间还存在各种分歧矛盾，仍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但双方都认为中美两个大国保持对话是有益而且必要的。与会人士则表示，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双方利益，美中合作在解决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中曾经并将继续发挥关键作用。美国战略界不赞同美中接触失败论，支持双方重启各领域对话，推进经贸科技合作，便利人员往来，通过深入沟通增进了解，防止误解误判。深圳卫视注意到，此次座谈由美国阿斯彭战略研究集团主办。美国阿斯彭战略研究集团也称作阿斯彭研究学会，成立于1949年，是一个总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知名智库。阿斯彭研究学会对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制定有着深刻的影响。该机构每年主办的阿斯彭安全论坛，也是美国主办的同类论坛中最有影响力的。今年7月19号，中国驻美国大使谢锋应邀出席阿斯彭安全论坛，并参加了专场炉边谈话环节讨论。谢锋当时表示，中国尊重美国的利益，不会去挑战和取代美国。同样，美国也要尊重中国，不要损害中国的正当权益。这样的话有来有往，实际上是一个更好的良性互动。11月份马上就要召开 APEC 会议，我们也要去参加。那实际上探一探口风也是尤为必要的。更重要的是，我们现在在想，就是美方对中国的这些互动，是不是为了在大选之前能稳住中国？所以我们要看一下美方的诚意和他最终的一个目的。28号，王毅还在华盛顿同美国工商业等各界代表座谈。王毅介绍了此次访美的背景和中美沟通情况，表示这次访问的主线就是重返巴厘岛，通往旧金山。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将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真正落到实处，体现在具体行动中，扩大双边关系积极议程，减少消极议程。在此基础上，排除干扰，克服障碍，为实现两国元首旧金山会晤而共同努力。王毅还介绍了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营商环境、中国经济发展前景，以及在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等各领域采取的积极举措。与会代表表示，美中逐步恢复各层级对话交往，令人深受鼓舞。双方利益紧密融合，强劲的美中关系对两国各自成功至关重要。美国工商界中国向高质量发展转型，对中国市场充满信心，支持两国政府采取有效措施，便利人员往来，
期待拓展双方经贸、科技、创新、应对气变合作，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综合这几天的新闻报道，王毅在26号至28号3天的访美行程间，和美国总统拜登进行了1个多小时的会谈，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深入沟通3小时，与国务卿布林肯在2天内谈了7个小时。期间，布林肯还设宴招待王毅一行。外交部发布的新闻照片显示，中国驻美国大使谢锋、外交部副部长孙卫东、外交部美大司司长杨涛等中方主管中美关系的官员都参与了这一系列会见。而美国方面，白宫国安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中国事务高级主任贝沙兰、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康达等拜登政府内部主管中国事务的高级官员也都参加会谈。观察指出，这是中美外交部门就两国关系的一次总沟通。所谈的内容既有战略层级的，也包括增开航班等技术层面的，进一步落实两国元首巴厘岛会晤共识。最大的看点是，中美双方都多次强调要为实现两国元首旧金山会晤而共同努力。据悉，11月中旬，美国将在旧金山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So we're finally getting the two sides talking again. The big question, though, is whether they can actually align and work together on something practical, rather something that goes beyond just talking. 中方一直在为自己的企业发声，希望美方停止严格的出口管制。那我们是否能搭建一个最终用途的这种管制机制？那这时候双方才能真正的达成实质性的合作。第二方面是你担心的问题，我有方法去解决，你是否能回应我的方法？深圳卫视注意到，美国交通部发布通告称，将自11月9号起同意中国航司将中美往返航班数量从每周24对增至每周35对，也就是70个航班。中美航班数量被认为是中美关系的晴雨表。实际上，中美航线长期都是国际热门航线，其中包括多条全球最赚钱的航班。2019年，中美间每周有300个航班，但近年来受到各种干扰，班次数量严重下降。多家航司认为这是造成他们利润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但近期进入密集调整期，8月以来已经有2次调整，被认为是中美关系止跌企稳的重要体现。美国交通部也在通告中表示，希望在制定2024年北半球夏季航线图时，能进一步加密中美航班。中美航班加密首先体现在机票价格。记者查询得知，上海至洛杉矶的机票价格年初为1.5万元。8月的调整后降至1万元左右，而11月份进一步加密航班后将降至7000元左右，比年初便宜了1半。这对增强中美人文交流是好事。近日，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也在一场公开活动上表示，在经历了世界2大经济体高级官员2年来几乎没有接触的危险时期之后，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现在处于更加积极的位置。We need to work together on global problems.Debt relief is one of those problems. Climate change is another, but there are many examples. 股票市场对近期中美关系回暖也反应热烈。最近几个交易日 ，A 股市场连续上扬，美股热门中概股也普遍上涨，带动香港股市同步上涨。王毅与美国高官，包括拜登总统会晤后说，通往旧金山不会是一马平川，不能靠自动驾驶。那对此您怎么看？中美关系的现状究竟如何呢？王毅赴美访问被外界认为是既为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探路，也是为中美找到一条正确的相处之道而加强交流。他分别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美国总统拜登及美国战略界人士进行了会谈座谈，可以说呢，与掌管中美关系的美方核心人物都进行了比较深入的交流，共同发出了稳定和改善中美关系的积极信号。都愿意呢为实现旧金山元首会晤共同努力。不过呢，王毅同美国战略界人士座谈时，还是放出了一句话，让外界评说不一，也就是你刚引用的“通往旧金山不会是一马平川，不能靠自动驾驶”。而美方人士呢也说，他们有信心推动中美元首会晤将会发生，会晤的具体日期、地点和其他后勤细节有待确定。对此呢，我们可以看到，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呢是大概率的事儿，但中方要求美方有更好的表现，才能最终实现这次重要的会晤。如果美方呢就此抱着自动驾驶的消极观望态势，
不再努力地排除干扰，不再设法克服障碍，以躺平的方式应对中美间的分歧矛盾，那么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呢，也可能出现变数。而 APEC 旧金山会议的东道主是美国，没有中国元首参加的 APEC 峰会，对拜登来说呢，就是外交失败。这件事呢，也说明中美之间呢还存在各种的分歧矛盾，中美关系还没有稳定下来，还需要双方共同努力才能够好起来、稳下来。今年啊，中美关系有改善的地方，比如说呢，在经济金融方面成立了工作组，刚刚呢还开了一次会议，中美往返航班呢也在增加了，明年夏季呢就有望满血复活。中美高层次会晤增加，外交、经济、商务和气候变化方面的高官呢在互访，都有助于解决具体的问题。但总体而言呢，中美战略竞争大于合作，美国遏制中国发展、插手干预台湾问题等中国核心利益，中美关系的这种基本态势呢，还是没有根本的改变。所以呢，两国需要更高的智慧和更大的勇气，来促使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防止误解误判。王毅外长呢特别强调，双方呢要切实重回巴厘岛，点出了中美关系稳不下来的原因所在，就是美国呢没有履行5不4无1这个承诺。第10届北京香山论坛29号起举行。作为亚太地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高端防务与安全对话平台，本届论坛将紧扣哪些国际社会安全关切？来看深圳卫视驻京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28号至29号，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在京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10届北京香山论坛的老挝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战沙盟、蒙古国国防部长赛罕巴亚尔、缅甸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丁昂山、东帝汶国防部长佩德洛，并同白俄罗斯国防部长赫列宁举行会谈。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在北京八一大楼同访华并出席第10届北京香山论坛的越南国防部长潘文江举行会谈。会见会谈中，各方预祝第10届北京香山论坛取得圆满成功。今天是北京香山论坛的第1天，来自9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防务官员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在北京就国际安全格局进行磋商探讨。我在现场注意到，国际嘉宾畅所欲言，十分坦率，场外交流也十分活跃，过道两侧都站满了人。我还注意到，除了专题研讨，主办方还组织特色参观活动，拓宽研讨广度深度，为促进世界和平安宁贡献智慧。接下来的2天，我和同事也将从第10届北京香山论坛现场持续发回报道。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共同安全、持久和平，体现了全球安全倡议的核心理念。论坛共设置4个全体会议议题和8个平行分组会议议题，紧扣当下国际社会安全关切，突出全球安全倡议的重点合作方向。此外，论坛还举办高端对话、中外青年军官学者研讨会等专题研讨。在会上，来自巴基斯坦、美国、中国、白俄罗斯、德国的青年学者就核不扩散、地区局势安全以及人工智能军事应用等热点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在场学者普遍认为，大国之间的核战略博弈和对话将对地区和全球安全产生深远影响。This forum is amazing. I've been part of this forum since last 5 years. So this year was very special because we are having a lot of conflicts going on in the world. So it was the right forum on a right time. So I was very excited, and it has a very, very important role. 深圳卫视了解到，与往届论坛相比，出席本届论坛的外方高官与重量级专家学者不仅数量达到了历届之最，而且覆盖地区更广。专家学者覆盖专业领域更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国际和地区组织的参与度大幅提升。各国防务部门和军队领导人以及国防和安全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对国防政策和军事战略的制定有着重要影响。北京香山论坛自2006年创办以来，已经成功举办9届。从学者之间交流研讨的2轨对话平台，升级至外国官方代表团参会的1轨半高端安全与防务论坛。曾多次参加往届论坛的李淑英对深圳卫视记者表示，北京香山论坛影响力、吸引力提升的背后，是中国地位的不断提升。你看，我们的这个无论是学者还是官员，我们去坦诚地教我们的国防政策，我们对地区问题、全球热点问题的关注呢，
中方坦诚的这种进行交流互动，还邀请各个国家的人利用这个平台发出自己的声音。我觉得体现的是北京香山论坛它的影响力、它的吸引力在不断的上升，同时也是中国的地位、中国的大国的这种自信，的不断在提升。在中美外交、民间交往逐步回暖的背景下，中美代表在北京香山论坛的交流互动也受到外界高度关注。深圳卫视记者在现场观察到，论坛开幕当天下午举行的几场分论坛上，都有中美两国代表同场参与讨论。在主题为“中国在维护亚太安全中的作用”的中外名家对话上，美国昆西国家事务研究所东亚项目首席主任迈克尔·史文在发言中提出，亚洲正在发生权力的更迭，中国的实力不断增强，这在现代史上具有巨大意义，对整个亚洲以及亚洲之外的安全与和平发挥了关键作用。他随后话锋一转，声称中国的安全角色还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对此，第13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傅莹进行了回应。他强调，中国的发展真正推动了亚太地区的良好增长，美国在这一过程中也是受益者。I don't know how long it's going to take for the United States to come to realize the mistake in its assessment of its relations with China, and how long it takes for the U.S. to come back to look at the region and to try to be a positive contributor to the region.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吴新博在接受深圳卫视采访时表示，在世界格局复杂的背景下，美方同样在谋求推动中美两军关系的恢复。当前这个世界确实是一个非常不确定、不稳定的世界。包括最近巴以冲突重新爆发，所以大家对国际安全都非常关注。那么中国呢，现在在国际安全事务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所以呢，各个国家包括地区组织都希望通过这样一个论坛来了解中国的政策走向，也同时利用这个论坛呢，加强相互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我觉得这次美方派了一个代表团来参加这个峰会，当然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一方面呢，它是呼应了拜登政府恢复中美交往的这样一个大的这个政策背景，同时也表明呢，美方也是在谋求推动中美两军关系的恢复。外界注意到，崔天凯在北京香山论坛的一场高端对话上表示，中美两个大国若发生冲突对抗，对中美两国及世界肯定是灾难性的。两国大多数人都理性地认识到这一点。他呼吁两国继续共同努力，避免冲突。如果躺平啥也不干，很可能你最不希望的事情还是会发生的。在谈到造成中美关系目前困难的原因时，崔天凯指出，美国一些持对华强硬、极端立场的反华议员，实际上对中国缺乏起码的了解，美方不应被这些毒化中美关系的因素所绑架。你如果仔细看一下，你会发现那些非常极端的反华的人，很多人根本就没来过中国，他也不知道真实的中国是什么样子。他就完全从一种主观的东西出发，有一些这样的所谓学者、所谓中国问题专家，他可能也研究了一些中国的事情，可能还会讲几句中文，但是他真正了解中国吗？这些人往往是所谓半瓶子醋，这个其实也很危险的，因为人家以为他们是专家，结果他讲出来的话都是误导的。崔天凯表示，中美两国都有责任实事求是，把对对方的认知和判断建立在事实基础上。在谈到即将于11月中旬在美国旧金山举办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时，崔天凯表示，30年前亚太经合组织第一次领导人会议在美国西雅图举行，30年之后，该会议又回到了美国西海岸。崔天凯认为，现在中美双方还有很多准备工作要做。只要双方共同努力，就有可能实现中美元首会晤。在中美关系有改善迹象后，美方为何只派出1位中层官员出席香山论坛？那您又怎么看香山论坛的意义呢？很显然呢，这个中美军事关系是其中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建立更紧密的关系，强化军事互信机制，拉近与邻国的距离，才是论坛更重要的目标。中央军委2位副主席呢，在论坛召开前，就在密切的与参会的多国防长和军事领袖举行会谈交流，坚定维护彼此的核心利益，增进两军互信，维护共同安全。
就像2位参会的外国方长所说，这次论坛呀，提供了一个与中国高级防务官员和军事领导人接触，从而呢建立信任的难得的机会，而这呢将是今后处理各种问题的关键。所以，我们不要把香山论坛和国外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慕尼黑安全论坛等等相提并论。不同的论坛呢，它是有不同的宗旨和主题。那么说到美国呢，香山论坛的确为中美军事交流提供了契机，但是由于中美军事交流尚未恢复，美方呢便派了一位中层官员，由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办公室中国事务高级主任卡莱斯率团参加。而参加过上届香山论坛的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邦办史参德则以学者身份参加。这呢不要紧，关于中美两军的关系啊，参加论坛人员的级别并不是最重要的事项，双方沟通重在实质内容。美国呀破坏中美军事关系的种种行为，都会在论坛上加以声讨。中国对美方近期所做的有损中国安全和地区安全的挑衅性行为，比如美军舰机在中国周边海空域频繁的侦察滋扰，美国接连炒作仁爱礁等南海问题，美军肆意干扰台海安全等等，都将再次受到批评和揭露，让世界知道美军是怎样不远万里到中国家门口炫耀武力，是怎样对西太地区造成海空安全风险，是怎样成为亚太地区和世界安全的挑衅者、冒险者、搅局者。这次香山论坛呢，也给美国一个机会。那么从参会者的发言中呢，美国人会听到与自己的观点不一样的声音，知道发展中国家是怎样看待美国的军事霸权的。美军一面倒向以色列给局势拱火。美国部署的第2个航母战斗群艾森豪威尔号进入地中海，美军还从乌克兰调拨武器弹药支援以军。但在美国国内要求结束加沙地带人道主义灾难的游行此起彼伏。而在宣布终止与以色列的建交谈判之后，沙特派出国防大臣赴美国讨论巴以冲突，释放出复杂信号。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则强调要求以色列立即停火。对于埃尔多安的强硬喊话，以色列反应十分激烈，当天就宣布撤回驻土耳其外交代表，并重新评估两国关系。土耳其和以色列曾维持大使级外交关系，但2010年由于加沙战争和加沙船队冲突等事件，两国外交关系降级，2016年才恢复。但特朗普将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迁往耶路撒冷之后，土以双方互相驱逐外交官，去年才重新恢复。国际上同情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人的国家不少。28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轰炸违反了国际法。此前，一个哈马斯代表团访问莫斯科，俄方也表示正与以色列保持沟通，以寻求和平解决方案。海合会成员国强烈谴责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展开第2阶段作战，强调升级军事行动违反国际法。作为最有实力的阿拉伯国家，沙特警告，以军第2阶段作战可能会给整个中东地区带来灾难性后果，敦促各方尽快停火。另据美国轴线新闻网28号报道，3名知情人士透露，预计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将于本月30号访问华盛顿，与美国防长奥斯汀等人就巴以冲突进行会谈。美国《纽约时报》表示，目前美国和沙特都十分担心巴以冲突扩大为中东地区的战争。此前，巴以冲突已经让沙特宣布终止与以色列的建交谈判，这被认为是美国中东新战略的重大挫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董曼远告诉深圳卫视，沙特正在领导域内国家对当前的巴以局势发生总体保持着冷静客观的态度，但仍可以看到，相较于10月初，沙特近日已经明显加大了对以色列的批评力度。起初呢，沙特是呼吁双方保持克制，然后呢不要伤害平民，然后尽快的降温停火。但是现在呢，由于这个加沙这个地带人道主义灾难，非常的严重，所以沙特呢现在就直接点名批评了以色列，同时间接也谴责了哈马斯。沙特这个做法会作为其他穆斯林国家、阿拉伯国家的一个参照。我想呢，下一步阿拉伯国家、穆斯林国家在这个面对这个加沙地带危机这个问题上，会这个声音越来越趋于一致。
实际上，美国连续在联合国安理会及联大上一边倒向以色列，反而令国际社会的态度越发明确。27号，一份约旦等48国提交的巴以决议草案投票结果显示，120票赞成，14票反对，45票弃权，同意票达到2/3的多数票获得通过。美国、以色列等投票反对，但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埃尔丹则在会上宣称，联合国已经不具有1盎司的合法性。他还表示，虽然以色列目前不打算退出联合国，但可能会重新考虑在各个方面的合作。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军已经启动地面行动，在加沙的军事行动开始进入第2阶段，目的是解救人质，消灭哈马斯。那请问石先生，以军开打地面战会达成内塔尼亚胡所说的目的吗？很难。就拿解救人质来说，到目前为止，以色列都不掌握人质被关在什么地方的情报，要怎么去救啊？更关键的是，军事行动升级不仅不会起到救人质的作用，反而会使人质处于更危险的境地。且不说巴勒斯坦武装是否会在后续的对抗过程中处决人质来震慑以色列，光是以军之前的空袭都已经造成了至少50名人质死亡啊！可想而知，地面战开始后，以军的打击力度大幅升级，进而造成更多人质死亡的概率大增啊！也就是说，通过加码军事打击来解救人质，只会适得其反。再说消灭哈马斯，以军很难通过军事手段达到目的。之前10多年，以军对哈马斯就进行过很多次打击，但没把哈马斯消灭。这次同样没戏。一是以军进行地面战，如果出现较大的人员伤亡，或者地面战久拖不决，别说消灭哈马斯了，以军自己就可能因为国内外不断增加的压力而很难继续打下去。二是哈马斯武装人员脸上又没有写字，如果最后实在顶不住以军攻势，化整为零，化兵为民，以军怎么去识别和清除啊？三是以军的军事行动无法除掉哈马斯的根基。哈马斯在过去这些年之所以能在与以色列的对抗中发展，根本原因就在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不断蚕食，以及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欺压嘛。尤其是对加沙地带的封锁，使得那里被称为世界最大的监狱，毫无疑问，也是最大的贫民窟，滋生极端思想了。所以啊，如果以色列不改变自己的做法，就无法铲除产生哈马斯的土壤，而这也是哈马斯不会被消灭的关键所在。以军是否为地面战做好了准备呢？种种迹象显示，以军并没有为地面战做好充分准备。对加沙地带展开的地面战无疑是典型的城市战，这是世界公认的难度最大的作战样式。以军在过往的局部战争或冲突中并没有打过惨烈的城市战，经验明显不足。以军常备兵力不多，用于地面战明显不够用，这也是以色列为什么会在此次巴以冲突爆发后下令迅速征召30多万预备役的重要原因。然而，这么多的预备役人员在战斗素质上更不如常备兵力啊！应对地面战必须进行较长时间的训练。不仅如此，地面战还需要庞大的武器装备、物资、弹药等等。以军到现在也不拥有充足的后勤物质保障啊！现在以军展开地面战，更多的是出于政治层面的考虑，也表明以色列受不了旷日持久的消耗啊，希望速战速决。但军事行动一旦展开，就很难停止。这也是屡屡被证实的历史经验。可以说，以军展开地面战呢，是一场军事冒险。那您认为以军接下来会如何进行地面战呢？以军地面战的打法，从10月27日的夜间攻击已经能够看出来，那就是以色列陆军在空军和海军配合下，从加沙北部和东部展开地面攻击。因为加沙南部与埃及接壤，以色列陆军呢无法再次展开攻击啊。加沙西部则是地中海，以色列海军呢也没有强大的两栖作战装备和能力，只能起到袭扰作用。就以军能够展开地面攻击的2个方向来看，以军最想做的是从东部的中间位置大举进攻，这样可以将加沙地带呢拦腰切断，分割战场，然后从北部攻击的以军部队啊，就可以和分割加沙后的以军部队对大批巴勒斯坦武装实施合围嘛，最终将包围圈内的巴勒斯坦武装歼灭。至于被分割后的加沙中南部区域，则留在最后啊实施清剿。但是
从东部中间位置进行攻击的难度也是最大的。因为呢，突入禁区之后容易遭到巴勒斯坦武装的夹击，况且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情况还未达到十分了解的程度，贸然投入重兵，可能遭到较大损失。因此，以军现在的打法呢是添油，也就是逐步加大投入地面战的兵力，谨慎突击，一旦遇到顽强抵抗就后撤。尽管这样做效率低，却可以避免以军遭到较大损失。说白了，以军现在开始的地面战还是打一下看一下。因为呢，以军现在不光是要对付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武装，还必须防备与黎巴嫩和叙利亚边境爆发大规模冲突。27号，中国国民党民意代表费鸿泰在台立法机构就潜艇战力保存议题进行质询，台防部门负责人邱国正现场一度恼羞成怒，两人爆发骂战。外界注意到，台军乱象远不止于此。近日，台当局从美国高价购买的毒刺导弹发射筒惊现台当地黑帮军火库，涉事部队更是被曝对武器坚守自盗已不止一次。而台军因事故频发，又被拱上岛内舆论的风口浪尖，被批评丢枪丢炮还丢人。质询时间结束后，国民党民意代表费鸿泰走上前去，与台防务部门负责人邱国正近距离对峙。邱国正一度愤怒拍桌，台行政机构负责人陈建仁则夹在中间劝架。据悉，这是费鸿泰19年民意代表生涯中最后一次总质询。令他不满的是，面对他的质询，邱国正的回答十分敷衍。费鸿泰和邱国正的骂战迅速登上岛内热门新闻榜，不少网友留言支持费鸿泰，质疑邱国正能力不足，只会发火。事实上，台防务部门近期已经不是第一次被骂上舆论的风口浪尖。今年3月，桃园市警方查获一处黑帮军火库时，发现美国对台军售的毒刺导弹发射筒，一时间震惊岛内。直到本月24号，台当局证实，通过溯源及清查批号，发现该批军用品疑似从台海军陆战队66旅流出。目前已追出1名上尉情报官、1名士官长以及2名中士设有重大嫌疑，并拘提4名军事官带回侦办，不排除有更多官兵涉入。25号，邱国正对媒体承认内部管理有漏洞，以有漏洞来形容如此重大的武器坚守自盗案件，令岛内舆论惊愕。据悉，被盗卖的毒刺导弹发射筒属于2009年的旧式双联装毒刺导弹射击后留下的消耗品，按照相关规定必须上缴报废。毒刺导弹单价80万美元，属于高价值武器。台军每年试射的数量也舍不得太多，但竟然被曝光发射筒被坚守自盗的丑闻，令人讶异。还有岛内媒体报道称，民进党当局此前花130亿新台币从美国高价购买的5枚毒刺导弹，货还没到齐，已被军事官转手卖给黑帮，用民众的纳税钱牟利，真是有生意头脑。前一阵子调枪又调弹，那现在你又调到飞弹发射筒，你将来是不是调坦克？你是不是会越调越大？那到底怎么样？黑帮要武装他们吗？可是现在又需要发射筒，里面的炮弹有没有？我都怀疑过2天说不定就收出炮弹，不一定哦。我觉得美国人动我们派出所的脑筋呢，要装备我们这个派出所这个刺针飞弹，我觉得倒不如政府要慎重考虑啊，必要的时候征召黑帮。黑帮才是台湾民防力量的主力。台湾不是一个允许拥枪的社会，所以我们基本上呢，所有枪支的单位，它在枪支清点上都是非常要求，不管是警察或者是部队，好，但在军队里面是这样，早晚要点枪。哇，这我不能，我觉得匪夷所思啊！怎么样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把这个枪支相关的流出去？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悲哀。所以它最后所呈现出来的结果，就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已经不是掉链子可以形容，或是螺丝钉松掉，而是系统性的崩毁。一直以来，台军问题多多，事故频发，多次令民众惊出一身冷汗。不久之前，台军在宜兰大福沙滩进行对海试射演习期间，发射训练弹，击中了一艘宜兰赏金船。所幸炮弹为无弹药的假弹，未造成人员伤亡。25号，
台陆军一辆 M60A3 坦克行经台中市西屯区都会园路路段时，油管突然破裂趴窝，后被紧急脱离现场。本周一，台军一艘500吨级巡防舰南投舰在基隆港靠泊时，因机件故障径直撞上码头及行人观景栈道，现场民众四散逃命。同一天，台空军也被爆出2条人命。防空导弹指挥部一名少尉被发现在寝室内无生命迹象，送医后不治。台空军补给队一名士兵被发现于一辆小客车内，当时已无生命迹象。对于2起命案，台当局至今仍在进一步调查。票投民进党青年上战场成为岛内网络流行语。分析指出，一方面，民进党当局死死抱住美国大腿，对美方的对台军售照单全收，被称凯子军售；另一方面，还满足美军要求延长台军义务役年限的干涉举动。但与此同时，台湾年轻人不愿打仗，不愿当民进党的炮灰，但民进党当局仍在打全民皆兵的台独算盘。最近，台军承认台军义务役或将编入主战部队，即不排除一入伍就上战场的可能性。